这是一支丝锥，用于在孔内切削螺栓螺纹。用过丝锥的人基本都会配备丝锥扳手，毕竟公司需要扭矩，而扳手正是提供扭矩的工具。不同尺寸的丝锥对应不同规格的扳手，堆得杂乱又繁琐，这便是核心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常规梯形柄丝锥扳手还有明显弊端，这类扳手专为无中心孔的小丝锥设计，自带中心孔保证公丝垂直，但机身过长，狭小工况下无法使用，而且拧动大尺寸小丝锥时细干施力费力，大扳手又缺少定心孔，完成简单公丝要备齐多把工具，占空间，用着也不趁手。所以这次的目标就是极致简约，打造一把小巧适配全尺寸丝锥的通用扳手。用 3D 打印制作了这个模型，成品会更小，而且是金属做的，它看起来还是像梯形柄丝锥扳手。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原理，但这玩意儿解决了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。首先我们需要一些金属料，今天用的是工具钢，比普通钢材高级一丢丢，它可以淬火硬化，做工具嘛，硬就是好。更重要的是它硬化时变形很小，这样就不用费半天劲才能做出笔直漂亮的零件。料棒装甲稳固后，开始车削外形，先车掉退火的材料外层，露出下面完美的大镜，再稍微多车一点，保证精度。接下来是螺纹刀，但不是车螺纹，这把刀不是用来粗车的，它有个30度角，虽然这样使用不规范，但确实好用。对齐料棒端面，然后就可以给螺纹前后部位做推刀槽了。每英寸18牙，所以就按这个挂轮涂个标记漆，免得车错。这段螺纹的作用给你看看演示键就知道了。这里有一段锥面结构，可以和开槽，拧紧时直径会收缩，有点像弹性夹头，其实就是弹性夹头。制作这个夹头需要点锥度，既然这个金属孪生件的螺纹已经车好，那就可以车锥度了。15度看起来比较合适，现在调整小刀架角度，然后把车床反转，因为打算用汤刀杆来干这个活。现在到了最关键的部分，也是这把扳手最具革命性的地方，一个前所未有的设计。为了让这把扳手适配所有10毫米以下的丝锥，要给所有10毫米以下的丝锥都钻出对应的孔。不知道为啥以前就没人这么做，这也不费多少脑子。现在夹头其实不是夹住丝锥的圆杆部分，而是让方损的角卡在槽里。经过仔细规划，把孔径精简到3种尺寸，理论上应该能覆盖所有丝锥。不过这个结果要等很久才能验证，现在先继续加工，然后再转到铣床。利用这段加长的干身，方便后续加持。洗削时零件总有可能被从瓶口钳里拽出来，尤其是用锯片洗刀的时候，齿大扭矩大，危险可想而知。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现在得到了一个弹性夹头。既然已经装夹在方料上，把端面也洗方。先用粗皮洗刀，再用飞刀精修，因为刚才那样实在没法看。现在就好看多了吗？铣床最后一步钻孔，这不是普通梯形柄丝锥扳手，但它还是需要梯形柄，所以要钻一个精角孔。有点意思了。现在回车床收尾，第一步很简单，切断。但问题来了，该怎么夹持它来加工另一端呢？不能夹开槽的那头，不然会直接夹扁。要不插一根钻头进去，防止变形。我操，还真成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倒不是担心夹不住，更多是担心夹不直。因为车平端面倒完角之后，还要加上这把扳手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结构——中心钻孔。就是这个结构保证丝锥垂直，不做这个，这扳手就白造了。现在主体完工了，不过还留了个后手，现在先不透露。现在需要在端部供一个螺纹孔，公丝孔就得用丝锥扳手。当然，
需要的尺寸这把新扳手还搞不定，所以只能用库存里的旧扳手。用旧扳手制造它的替代品，还真有点骑着驴找驴的感觉哈。现在丝锥扳手主体完成了，看上去它应该能适配仓库里所有的丝锥，但现在还缺个螺母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优雅的制作性感的螺母吧。为什么性感？因为用到了青铜，它的轴承性能好，转动手感会很棒，而且看起来也好看，看起来就骚骚包包的。你有意见吗？车到指定外径后，修整一下这个晃悠悠的中心孔，然后给它打通。这个孔要求不高，只是给下一道工序车螺纹腾空间。只不过这把刀有点普通，再说一次，这刀不是用来普通车削的，但刚好合用，你可以理解为关门加注那啥了，巧了。不过还要车配套的锥度，只是角度略有不同，精确来说差1度。希望这样可以补偿夹头收紧时锥面角度的变化，让力集中在顶端，也就是强度最高的地方。最好做一对配套的螺纹连接件，这样可以保证配合完美。你懂了哈。有时候第一件车的稍微差一点，第2件就能修正过来。不是说这次发生了这种事啊，只是说这种情况会有。不能像上一个零件那样带着整个料加工，所以先车一个同心基准面，再切断，然后上铣床。这次用6方料，因为是螺母，感觉这次不能再墨迹了，直接用飞刀一次到位搞定光洁度，然后回车床做最后修饰。当然这里说的是锥头，就喜欢在青铜上切这种大耳后的刀路。最后修整切断面，让它不那么锋利割手。现在螺母完成了，很简单对吧？你可能会说，不然呢？不就是个螺母吗？但你要知道，万一一高兴做成一个6级外加11个支线项目，每天在天桥上啰里啰嗦讲20分钟，所以简简单单做个螺母，你上哪儿找去？更重要的是它看起来能用，至少尺寸接近的丝锥能加减，但松一点的丝锥就不敢死命拧，因为不想把夹头的半掰弯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热处理，对这个钢体进行热处理，可以提高屈服强度，这会让它在永久变形前可以有更大的弹性性变，但前提是得做对。直接去做就很容易，做对就他妈太难了。用不锈钢箔把零件包起来，可以防止脱碳，也就是避免流失让钢材变强的碳元素。里面放一张纸，可以让袋内少量氧气燃烧殆尽。设置温度从700摄氏度升到940摄氏度，保温1小时。因为这是工具钢，所以只需要自然放凉，然后再回火，再进入渗透油就可以完工了。最后一把梯形柄丝锥扳手，怎么能没有梯形柄呢？这就是梯形柄。这没什么好展示的，因为早就有合适直径的料，只要切到长度，中间开着小槽就行。这就到了最后一个零件，一个小钢球，它拧进之前工的螺纹孔里，卡进梯形柄的小槽里，防止脱落。到此全部完工。但问题是，这玩意儿好用吗？它很小巧很简单，一把就能搞定，但做完和做好是两码事。现在来看看它有没有解决之前遇到的问题。测试1，仓库里所有丝锥都能用吗？看来还不错。测试2，这个比较简单了，它比其他的扳手更小吗？也还行。所以今天做了一把紧凑覆盖尺寸更广的工具。就这破玩意儿，为啥以前就没人这么做？也可能得意的有点太早了，要不试试好不好用？希望别被打脸。最好的测试应该就是用每一把丝锥去攻钢材这种有难度的材料。可以说用起来相当不错，除了最大号的那几只，这根小梯形柄是进拧的时候手感不太好。但这还没结束，看到这里必须有绝招。这个方头并不是一点用没有的，没错，它可以插进标准丝锥扳手里，用已有的工具获得足够的杠杆力，这才是不相信以前没人加进去的真正亮点。没有任何丝锥扳手带这个方损结构，不信你就查。虽然你看到它的用处会觉得这算啥玩意儿，但是再想到它明明可以这么简单就加上，就会觉得我靠，之前怎么没想到。其他设计也是一样，多几个孔让它更短，加一个方头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，效果却极其巨大。现在可以把这些所有旧丝锥扳手全都扔掉了。如果你也想做一把能用一辈子的终极丝锥扳手，不如比着葫芦画瓢也做一把一样的。这个项目能让你学到很多，
主要能给你注入一点感觉你还行的多巴胺。虽然这很酷，但设计过程就未必了。这个简单的小丝锥扳手带给你的快乐，估计比做任何东西都多。好了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如果你觉得不错，记得点赞收藏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